如果我告诉你，刘备的崛起不是靠运气，而是一场在绝境中爆发的豪赌，你会相信吗？公元215年，天下4/3尚未明朗，曹操大军横扫汉中，威震西蜀，孙权与刘备因荆州几乎兵戎相见，三国格局一触即发。本应被动挨打的刘备，却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做出一个惊天决定，主动出击攻打汉中。这一战是他从乱世枭雄走向蜀汉之主的命运分水岭。那么，刘备为何敢在曹操面前反客为主？他又是如何在一连血战中逼得曹操亲口说出此乃鸡肋？今天就让我们回到那场改变三国格局的关键战役——汉中之战。建安20年，公元215年3月，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，而汉中是益州门户，若无汉中，则无蜀矣。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，于是曹操抢先一步，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南郑的张鲁。4月，曹操自陈仓出散关，到河池，抵完窦茂，依仗险要地形，不肯投降。5月，曹操击破窦茂。7月，曹操大军进至阳平关，经陕西勉县西北。张鲁的弟弟张卫与将领杨安据守阳平关，还沿着山势修筑了10多里的防御工事。曹操不能攻克，引军撤还。张卫的军队守备深陷，结果高作军在夜间迷路，闯入敌营，敌军退散，曹操也趁机攻击张卫。张卫连夜逃走，张鲁听说阳平关失守，奔赴巴中。曹操进军南郑，尽得张鲁府库珍宝。11月，张鲁出降曹操，汉中虽为曹操所有。12月，曹操回军邺城，留夏侯渊屯汉中。与此同时，孙权遣诸葛瑾讨还荆州，刘备不从，盛怒下的孙权以吕蒙为将，连下长沙、贵阳零陵3郡。孙权驻于路口，为驻军节度。刘备亦起兵5万赴公安，部将关羽率军3万与益阳与鲁肃对峙。吕蒙、申交、潘璋等人纷纷赶来支援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然而，曹操于此时率主力西征汉中，刘备面临着极大的威胁，与孙权议和。最终，长沙、江夏、贵阳归属孙权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归属刘备。两人达成共识后，刘备便带着手下人回到了蜀地成都。谋士司马懿和刘烨劝谏曹操，趁着刘备的势力还不算强大的时候，把蜀地攻占下来。曹操拒绝了，他说：人活一世，应该知足，只有知足才能长乐。我既然已经得到了汉中，就不该再去侵占蜀地。之后，曹操让徐晃、张合和夏侯渊驻守汉中，任命丞相长史杜希为驸马都尉，负责汉中地方事务。曹操虽然对外宣称不想攻占蜀地，但刘备不相信他的话，回去后便开始加强警戒，命令军队刻苦操练。果然，汉中的曹军发动了几次小规模的进攻，多亏刘备有所防范，才没有让蜀地陷入危险之中。时间到了公元217年，刘备等人眼看着曹军就在自己身边晃荡，保不准哪一天就朝自己冲过来了。虽说前几次都把他们打回去了，可谁知道曹操会不会再派大部队过来呢？蜀地每个人都很不安。法正看到刘备焦虑的样子，便建议刘备进攻汉中。法正认为曹操集团内部肯定发生了些事情，导致曹操没有在夺得汉中后立刻对蜀地发起攻势。而且夏侯渊和张合算不上一等一的猛将，只要多带些人马，肯定能把汉中攻克下来。法正又对刘备说，汉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得到它，我们就对曹操造成了威胁，自己的实力也得以增强，还可以把周围的雍州和凉州攻占下来，扩充势力范围。这番话说的刘备动了心，稍微思考了下，刘备便下达了攻占汉中的命令。在谋士黄权的建议下，刘备亲自率领法正、黄忠、魏延、赵云、高翔等几位将领，带着蜀军从成都出发，先是攻占了巴东郡，然后攻占巴西郡，接着大军朝汉中的阳平关前进。张飞、马超、吴兰、雷同等人则带着另一批大军攻打武都郡。
顺利攻城后，把军队驻扎在下边。刘备进攻汉中的消息传出去后，很多人带着自己的部队前来投靠，使得刘备的军力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巨大的增加。曹操听闻刘备即将进攻汉中，连忙命令夏侯渊带着主力部队赶去阳平关迎战刘备。张合则驻守广石，徐晃驻守马鸣阁，负责马鸣阁和阳平关中间这段路的情况。曹洪、曹真则率领着剩下的兵力围截张飞，给大部队争取作战时间。两军交战1年，没有分出胜负。张飞和马超的军队联合起来，驻守在固山，刘吴南驻守下边，并对外宣言要从曹军后部包围上来，切断曹军退路。曹洪和一部分得到蜀军的动向后，打算趁张飞和马超合兵之前，先去攻打下边的吴南。但曹休对蜀军的意图表示怀疑，他认为蜀军如果真想切断曹军后路，肯定会悄无声息地包围过来，绝不可能让自己的计划被外人知晓。曹休建议放弃攻打下边，直接攻打蜀军，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曹洪不听，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。吴兰军队差不多全军覆没，吴兰在混乱中也被杀死。张飞、马超听到下边失守的消息后，带着军队离开了固山，转投其他地方。另一边，刘备对战夏侯渊，最开始部将陈氏受命进攻马鸣阁，不幸被徐晃打败，大军损失惨重。刘备慌了神，集结最强的兵力去攻打驻守在广石的张合部队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没能消灭张合。眼看胜利无望，刘备不甘心，写了一封救援信给诸葛亮。诸葛亮急忙带兵赶来增援，蜀军得以继续和曹军对峙。蜀地久攻不下，在许都治军的曹操也急了，亲自到长安督战，但战事一直没有明朗的进展。公元219年，刘备孤注一掷，8大部队驻扎在定军山。定军山山势险要，地理条件不利于作战，虽然会给蜀军带来一些麻烦，但也让曹军难以进攻。刘备驻军后，夏侯渊和张合随即带领大军来到走马谷，和蜀军相持不下。谋士黄权向刘备提议趁夜偷袭曹军，先用大火引燃曹军军营，然后趁他们混乱的时候猛然出击。刘备依计行事，火烧曹营，曹军士兵果然慌乱不已。夏侯渊和张合好不容易才把混乱的场面平复下去，两人各带一队兵力，夏侯渊看守南边，张合看守北边。刘备命人从北面攻击，张合抵挡不住，夏侯渊又把自己的兵力拨了一半给他。这么折腾一番后，曹军的精力也消耗了不少。刘备、法正等人在远处观战，看到此时情景，法正示意可以全力进攻。刘备一挥手，鼓手们便轰隆隆开始擂鼓，蜀军士气在鼓声中大振，呐喊着冲进曹营。曹军措手不及，被蜀军砍死砍伤无数。夏侯渊和几名部将被斩，张合则带着残兵逃了出来，连夜跑到位于汉水的曹军北下营。夏侯渊死后，张合担任统领，处于混乱中的曹军总算安稳下来。刘备虽然打了一场胜仗，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。虽然和曹军只有一水相隔，碍于实力悬殊，刘备决定在汉水边设立防线。张合几次想引诱刘备过河，可是刘备心有疑惑，都没有成功。曹军只好回到阳平关等待援军。没几日，曹真带着曹操的命令前来增援，和徐晃一起作战，击败了前来进攻的蜀军，总算挽回了一部分损失。曹军几次失利，曹操坐不住了，直接从长安来到汉中前线阳平关。刘备对曹操到来一点也不担心，在他看来，拿下汉中不过是时间问题，而且也不会等很久。手下人见刘备如此镇定，也都把自己的担忧放了下去。刘备吩咐大家加强戒备，派兵把守重要的关口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做。曹操原以为刘备会按捺不住，先发动进攻，谁知等了很久也没见蜀军有什么动静，想不通刘备究竟是何打算。有一天，一队曹军外出运粮，蜀军部将黄忠趁机把粮草夺了过来。
可是刘备左等右等，一直不见黄忠回来，赵云便主动请命去寻找。赵云带着几十名骑兵，才一出军营，就被曹操的大部队包围了。赵云带的人手不多，只好一边打一边朝军营推去。到了蜀军军营门口，赵云命令全部士兵出来应战。四周鼓声雷雷，曹军吓得不敢动弹。蜀军趁机放箭，曹军躲闪不及，中箭落水者无数。眼看情况已经对自己不利，曹军只能狼狈跑了回去。时间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，曹操和刘备虽时有交战，但都无法完全取得胜利。曹操想来想去，觉得汉中并不是非要得到不可，于是决定撤离汉中。他用鸡肋作为撤军的口令，大家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只有杨修懂得其中的含义。鸡肋可有可无，丢掉了虽然可惜，但吃起来没滋没味，比不上鸡身上其他部位的肉。经过杨修的解释，众人才算明白过来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后，曹操便带着大军离开了汉中，回到长安。刘备终于得到了汉中。为了彻底清除残余敌对势力，刘备派人杀死了驻守房陵的太守蒯齐和驻守在上庸的太守沈丹。随后，刘备在汉中称王，正式宣布和曹操对抗。